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ndrei Kostolany 的证券投机的艺术。作者 Kostolany 是活跃于巴黎、法兰克福和纽约华尔街长达近80年的独立交易员。他一生共撰写了13部投资类著作，全球总销量超过300万册。此外， Kostolany 还有着极为丰富的市场实战经验。他曾在1987年华尔街10月股灾前夕精准预警并提前清仓，也曾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通过判断市场情绪逆向建仓成功套利。证券投机的艺术这本书是他在93岁高龄时于巴黎寓所闭门完成的最后一作，也是他留给新一代市场参与者的实战总结。这本书直击资本市场运行的核心规律，长期来看，经济和股市会朝同一个方向发展，但中短期经常背道而驰。股价最终取决于供求，而供求背后是资金和心理。真正的投机者必须具备资金、想法、耐心和运气。判断市场的技术状态，关键不是复杂指标，而是看股票究竟掌握在固执者还是懦弱者手中。利率、成交量、市场情绪、继承事实现象、内部消息和逆转股看似彼此独立，最后都会回到这些基本规律上。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层层看透资本市场运转的底层逻辑。许多人把交易所看成经济的温度计，经济繁荣，企业盈利增加，就觉得股票自然会涨；经济衰退，就认为股票一定会跌。但交易所既不能准确显示眼前的经济状况，也不能简单地用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经济和股市的关系，更像一个在街上散步的人和他的狗。主人慢慢向前走，狗却一会儿跑到主人前面，一会儿又折返回来。主人走了1公里，狗可能已经来来回回跑了4公里。这个主人就是经济，狗就是股市。长远来看，两者最终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但在具体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完全可能背道而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48年金融改革以后，德国进入长期恢复建设时期，市场心理已经转向积极，但证券交易所仍然缺少资金，股价只能缓慢恢复，始终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1952年以后，德国的工业经济迅速膨胀，大量资本被实体经济的扩张吸收，留在股票市场里的资金反而越来越少。为了防止经济繁荣引发通货膨胀，贷款受到限制，企业又不得不大量发行新股和债券筹集资金。结果是市场上的证券供给不断增加，却没有足够的资金承接。企业成绩越来越好，红利不断增加，股票市场却仍然低迷。反过来也一样。美国从1930到1933年大萧条之后的长期发展同样说明，经济可以持续向前，偶尔停滞甚至倒退一步，而股市在这个过程中却已经上上下下波动了几百次。主人总体在向前走，狗却一直围着主人来回奔跑。所以，宏观经济数据不能直接变成短期买卖信号。企业利润、红利和资产负债表当然重要，但当这些数字公布时，很多已经属于过去。短期决定股价的是市场上有没有多余的资金，以及这些资金愿不愿意进入股票市场。经济在繁荣，如果资金全部被实体投资、新发行的证券或者其他高收益资产吸走，股票照样可能涨不起来。从长远来看，经济和股市方向一致，但在抵达终点以前，千万不要把狗每一次向前或向后的奔跑，都误认为主人已经改变了方向。进入交易所以后，还要先分清楚里面究竟有哪些人。第一类是交易所里的散户投机分子，他们试图利用每一次很小的价格波动赚钱，在101买进，103卖出，再去寻找下一只股票。他们盯着短期行情不断买进卖出，就像从一张轮盘赌台跑到另一张赌台。
行情持续上涨时，他们或许能不断碰上正确的方向，但当市场开始震荡或者下跌，长期这样交易的人迟早会付出代价。与他们正好相反的是投资者。投资者买进股票是为了养老，留给下一代，或者长期分享经济增长。他们分散购买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优质股票，并不关心每天的行情。即使遇到暴跌，也不会轻易改变长期配置。拥有少量资金的投资者很难短期成为百万富翁，但从长期来看，反而最有机会积累大量财富。介于两者之间的才是真正投机者。投机者关注消息，却不会像短线交易者一样被每一次价格跳动牵着走。他关心的是从 A 到 B 的大趋势，观察货币与信贷政策、利率、经济扩张、国际局势、贸易平衡和商业变化，形成自己的判断，再根据真正改变判断前提的事件调整组合。但所有这些分析最终都要落到一个问题上：供求。卡斯特兰尼第一次进入巴黎股票交易所时，一位老先生告诉他，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一件事，就是看傻瓜比股票多，还是股票比傻瓜多。这句话后来成了他整个股市理论的基础。如果持有股票的人因为心理压力或者资金压力急着卖，而拿着现金的人虽然愿意买，却并不着急，股价就会下跌。反过来，如果拿着现金的人迫切想买，而股票持有人没有压力，不肯轻易卖出，股价就会上涨。企业盈利、战争与和平、政治变化当然都会影响市场，但这种影响首先要改变持股者和持币者的决定，才能最终改变价格。投机者真正需要判断的就是未来究竟哪一方会变得更加迫切。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市场里的长期赢家？卡斯特兰尼把他们称为固执一族。固执者必须具备4个条件：资金、想法、耐心和运气。第一是资金。有没有钱，不是单纯看财产多少，而是看资本状态是否良好，有没有负债。投机只能使用可以长期支配的自有资金，绝不能让债务逼着自己在错误的时间卖出。1955年，卡斯特兰尼自己就为此付出过代价。当时电子、计算机等新产业前景很好，他看好美国股市，却大量负债持有股票。二战中的战争英雄，时任美国总统 Y. Eisenhower 在美国拥有很高声望，市场也普遍预期他会继续执政。结果 Eisenhower 突然心脏病发作，接下来的几天里，华尔街下跌了 10%， 甚至 20%。 卡斯特兰尼被要求追加保证金，只能清算大部分持仓，并承受巨大损失。几天以后，艾森豪尔恢复健康，股市重新回到原来的水平，一些股票后来甚至上涨了10倍。但对于已经被迫离场的人来说，一切都太迟了。第二是想法。真正的投机者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形成判断。朋友的意见、市场传闻，甚至当天突然出现的新闻，都不能轻易让他改变策略。只有当新的事实真正破坏了原来判断的前提，才需要重新调整。第三是耐心。卡斯兰尼为交易所写过一个公式，2×2等于5减1，最终结果仍然是4，但市场很少沿着直线走到那里。正确判断兑现之前，往往先要经历那个多出来的5，也就是暂时偏离预期的行情。如果看到5就忍不住退出，就永远等不到后面的减1。1962年2月，他又经历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当时法国深陷阿尔及利亚危机，4名将军企图推翻时任法国总统 Charles de Gaulle 的政府，巴黎甚至出现伞兵即将进城的传言，市场一片恐慌。但这一次，卡斯特兰尼手里的股票全部用自己的法郎买入，没有任何债务。他确信 de Gaulle 最终能够控制局面，于是干脆不去交易所，而是到自己喜欢的一家捷克餐馆吃午饭。熟人冲进来告诉他市场已经开始血腥屠杀，他仍然继续吃饭。
当天晚上，De Gaulle 发表电视讲话，4名将军放弃计划，危机很快结束。第二天，市场的恐慌也随之消失。最后一个条件是运气，战争、自然灾害、政治变革、新技术甚至欺骗，都可能突然破坏原本正确的判断。资金、想法和耐心只能让人尽可能留在牌桌上，却没有任何交易能够摆脱偶然性。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原本固执的投机者都可能在压力之下变成懦弱者。理解了供求之后，中期市场走势就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一个等式：资金加心理作用等于市场发展趋势。资金对于股市就像呼吸需要氧气，没有多余资金，即使经济进入繁荣期，企业前景很好，股票市场也很难上涨。但只有资金也不够。如果人们对证券投资非常悲观，不愿意承担风险，资金同样不会进入股市。所以，当资金和心理作用同时积极时，行情上涨；两者同时消极时，行情下跌。如果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两股力量就会互相抵消，市场往往不会出现太大的趋势。这两个因素里，资金更具有决定性。如果金融体系里存在大量多余资金，即使最开始多数人都不喜欢股票，其中一部分流动性最迟在12个月以后也会寻找出路。第一批资金进入市场，推动股价上涨，上涨又逐渐改变大众心理，吸引新的购买者，资金和心理由此互相强化。反过来也一样，一旦资金持续枯竭，再乐观的心理也很难长期支撑行情。而控制资金价格的关键力量就是中央银行的利率。利率越高，资金越贵，贷款需求越低；利率越低，资金越便宜，企业和个人越愿意借钱。与此同时，固定收益资产的利率上升也会直接与股票争夺资金。1987年的华尔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企业盈利和经济状况仍然不错，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开始收紧资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 Alan Greenspan 为预防通货膨胀，多次提高利率，资本市场上的长期贷款利率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流向股市的增量资金开始减少。借钱买股票的人面对更高的融资成本，会选择卖出。固定收益资产的收益提高，也会吸走原本可能进入股票市场的钱。货币因素已经由正转负，只是市场情绪暂时还没有跟上。结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87年8月的2722点一路下滑，到10月19日跌到1800点。仅10月19日一天，道琼斯就暴跌508点。这也是为什么企业销售依然不错，财报仍然好看，股市却可以先一步下跌。企业财报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资金价格的变化正在改变，接下来谁还有能力继续买股票？理解了1987年崩盘背后的资金变化，还要进一步看清同一轮行情中，股票究竟是怎样从一类人手中转移到另一类人手中的。Castellani 把完整的上涨和下跌过程画成一个椭圆形，也就是科斯托拉尼的鸡蛋 Castellani's egg。 无论牛市还是熊市，都会依次经历3个阶段：反弹阶段、调整适应阶段和扩张阶段。上涨结束之后进入下跌，下跌结束之后又重新开始上涨，3个阶段不断循环。1982年，美国股市已经连续下跌多年。商业周刊甚至用醒目的标题刊出股市的死亡。大众普遍远离股票，把注意力放在黄金、不动产和各种实物资产上。但当时华尔街每天仍然有大约5000万股成交。既然有5000万股卖出，就一定同时有5000万股被买进。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人买，而是谁在买。答案是那些有资金、有耐心、能够承受悲观情绪的固执者。他们在低价位接走股票，市场由此进入反弹阶段。1982年年底，货币因素进一步改善，
此前的高利率已经压低通货膨胀，美联储开始放松利率控制，长期利率也随之下降，经济和政策逐渐好转，市场进入调整适应阶段。利好出现，股价上涨；利空出现，股价又回落。越来越多有一定经验的投资者开始参与，推动行情继续向上。到了1987年年初，市场进入扩张阶段，连续5年的牛市已经让股价累计上涨约200%。原来在低位卖掉股票的大众重新被吸引回来，媒体不断报道牛市，身边的人都在谈自己赚了多少钱，股票重新成为聚会上的热门话题。华尔街还出现了一批25到30岁的年轻基金经理，被称为黄金男孩。他们经验有限，却管理着巨额资金，并大量进入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参与这种交易只需要投入很小比例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控制远高于本金的头寸，本质上是在使用极高杠杆。这时，股票已经大量从早期低价买入的固执者手里转移到了追随行情的懦弱者手中。等到货币因素转为负面，价格开始下跌，杠杆立刻成为致命问题。期货账户需要追加保证金，没有现金的人只能被迫平仓，价格越跌，需要追加的保证金越多，新的强制平仓又进一步压低价格。到了1987年10月19日，这个循环已经无法控制。大量持仓为了补足保证金和换回现金同时卖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天暴跌508点。所以，一个牛市真正危险的时刻，并不是大家最悲观的时候，而是股票已经从有资金、有耐心的人手里，转移到没有现金甚至靠贷款追涨的人手里的时候。那么，怎样判断股票现在更多掌握在固执者还是懦弱者手中？主要的观察信号有2个：成交量以及市场对好坏消息的反应。先看下跌阶段，如果价格持续下跌，同时成交量明显增加，说明大量股票正在换手，承受不了损失，缺乏耐心，或者背负债务的人不断卖出，而另一边有资金、有耐心的人正在把这些股票接走。成交越充分，股票就越可能逐渐集中到固执者手中。等大部分懦弱者已经退出，市场会进入所谓的超卖状态。这时，股票掌握在那些并不急于出售的人手中，市场对坏消息的敏感度反而会下降。即使出现糟糕的经济数据或者负面的政治事件，行情也可能只出现很小的波动，因为真正想卖的人已经不多了。相反，只要出现一点好消息，新的购买需求就可能推动价格上涨。上涨阶段恰好相反，随着行情不断上升，成交越来越活跃，早期低价买进的固执者会逐步把股票卖给后来追进来的大众。最后，股票越来越集中在懦弱者手中，市场进入超买状态。这时看起来人人都在谈股票，行情也十分热闹，但购买力实际上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一些参与者甚至开始依赖贷款。于是市场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好消息已经推不动股价，企业公布不错的利润，行情却没有明显上涨，因为愿意买的人早已买进。反过来，一旦出现坏消息，影响却可能非常剧烈，因为股票集中在缺乏耐心、缺少现金的人手里，他们承受不起价格继续下跌，只能争相卖出。所以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只是这条消息是利好还是利空，而是同样一条消息落到市场上以后，价格究竟怎样反应。坏消息打不下去，往往说明股票已经到了固执者手中；好消息推不上去，则要警惕股票是否已经集中到了懦弱者手中。弄清股票掌握在谁手里以后，就更容易理解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为什么有时利好公布，股价反而下跌，坏消息真正发生，行情却开始上涨？这种现象被称为既成事实现象 （fait accompli phenomenon）。
投机交易的对象本来就是尚未发生、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未来。一旦事件真正发生，预期就变成了事实，而围绕这一预期的买卖，往往早在消息落地之前就已经完成。企业盈利是最简单的例子。市场普遍预测一家公司第一季度盈利会上升，看好的人会提前买进，推动股价慢慢上涨。到了公布日，如果盈利正好符合预期，股票反而可能立即下跌，因为想根据这条好消息买入的人早已提前完成了买进。现在没有新的购买者，一部分提前买入的人开始兑现利润，股价自然回落。战争同样如此。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巴黎股市已经持续下跌。8月24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战争越来越近，市场普遍担心交易所关闭，银行延期清偿，甚至存款被冻结。大量卖出动作都发生在战争真正开始之前。结果9月战争爆发以后，巴黎交易所并没有立刻关闭，期货交易也继续进行。最令人意外的是，股市随后反而上涨了6个月，直到法国军队溃败以后才重新下跌。此前因为害怕战争而准备卖出的人，很多已经提前卖完了。50多年后的海湾战争又重复了同样的逻辑。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市场预期战争将要发生，股票连续几个月下跌，石油价格从每桶20美元上涨到40美元。所有人都想赶在战争真正开始之前把股票卖掉。等到1991年军事行动真正开始，市场却出现180度转变。在市场对美军获胜的信心推动下，股票迅速反弹。与此同时，原油价格从40美元又跌回20美元，直接跌掉一半。原因并不神秘，大家害怕的是未来的战争，所以抛售发生在战争之前。等战争真正成为事实，那批因为恐惧而卖股票的人已经完成了交易，股票逐渐落到更有承受力的持有者手中。市场交易的不是新闻标题本身，而是现实与此前预期之间的差异。如果公开消息已经如此难以利用，那么所谓的内部消息是不是更可靠？卡特兰尼自己吃过一次非常昂贵的亏。20世纪30年代初，瑞士圣莫里斯是国际金融巨头和财富精英经常聚集的地方。当地宫廷大酒店里坐着皇家荷兰壳牌集团 Royal Dutch Shell 的掌舵者 Henri Deterding， 也坐着当时阿姆斯特丹金融界极具影响力的银行家 Frits Manhammer。 一天晚上，酒店侍者误把一封原本应该交给 Manhammer 的电报送进了卡特兰尼的房间。他打开后发现，电报确认了一项巨大的购买委托已经完成，涉及价值数百万吨，在世界各地交易的数千股皇家荷兰壳牌股票。几天前，他刚好看到 Deterding 和 Manhammer 在酒店角落里热烈交谈，现在又意外看到如此巨大的壳牌买单，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两位金融巨头一定掌握着什么重要信息。当时卡特兰尼原本因为经济和政治形势而偏向悲观，甚至主要进行卖空投机，但这次千载难逢的内部消息让他改变了判断。他把电报重新封好，交还使者，随后买进皇家荷兰壳牌。结果从他买入那一刻开始，股票一路下跌，最后跌到买入价格的1/3。他把压在这条消息上的钱全部亏掉了。内部消息靠不住，那么图表呢？利用过去的价格曲线去精确预测未来，同样不可靠。大多数图表理论本质上和拿计算机研究轮盘赌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有2类图形仍然具有一定的经验参考价值，而且主要适用于单只股票、连升连降以及 MW 规则。M 型意味着股价在上涨过程中多次遇到同一个难以突破的高点，这背后往往对应着真实的卖压。比如，有人继承了10万股股票，委托经纪人在每股90元的位置卖出，
那么每当股价接近90元，大量卖单就会涌向市场，把价格重新压下来。只有等这10万股被市场全部消化，卖压解除，股价才有可能继续上涨。W 型正好相反，股价在下跌过程中多次到达某个位置却无法继续跌破，说明那里可能有大财团、新迪家或者银行持续买入沪市，大量买单把抛售筹码接走。所以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图形本身，而是图形背后真实存在的供求关系。它不能告诉你未来一定发生什么，却能帮助你理解在某个价格上究竟是谁在不断卖，又是谁在不断买。提前判断未来哪个行业会成为真正的成长行业，其实非常困难。今天回头看微软和 IBM 的成功似乎理所当然，但20年、40年前很少有人能够提前知道答案。投机者也不可能成为每一个产业的技术专家。相比追逐尚未被验证的成长行业，另一类更值得关注的机会是那些已经陷入危机却有可能重新恢复盈利的公司，也就是逆转股 （turnaround stock）。所谓逆转股，是那些已经陷入严重危机、持续亏损，甚至接近破产，股价也因此跌入谷底的公司。一旦这些企业真正摆脱危机，重新恢复盈利，股价往往会出现非常大的反弹。卡特兰尼本人最成功的逆转股经理之一是克莱斯勒 （Chrysler）。20世纪70年代末，这家世界第3大汽车制造商几乎面临破产，他的股票已经从50美元跌到3美元。卡特兰尼在3美元附近买入以后，经纪人还不断劝他赶快卖掉，因为公司看起来随时可能倒闭。但在3美元这个价格上，风险和潜在收益已经非常不对称。如果公司真的破产，剩下能损失的也就是每股这3美元。如果公司能够被救回来，重新恢复正常经营，向上的空间可能是30美元，甚至更多。真正决定这笔交易能不能成立的，是公司为什么有可能完成逆转。当时负责克莱斯勒重组的是美国汽车业著名经理人 Lee Iacocca。他在职工大会上说服员工相信公司仍然有重新振兴的能力，并依靠管理能力和新的经营模式重建了克莱斯勒。公司最终摆脱危机，股票也从3美元开始大幅上涨。后来克莱斯勒与戴姆勒奔驰 Daimler-Benz 合并，卡特兰尼写作这本书时，这只股票的价格已经在150美元左右。从3美元到150美元，巨大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对一家好公司的追涨，而是来自市场已经把一家可能被拯救的公司按照几乎没有希望的价格出售。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濒临破产的企业都值得购买。关键问题始终是，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逆转股？在克莱斯勒身上，卡特兰尼把赌注压在Iacocca身上，并且压对了。对另外一些陷入危机却看不到被拯救希望的公司，他选择完全不碰。所以逆转股真正的机会不在于跌得多，而在于市场已经极度悲观，而企业内部仍然存在足以改变结局的条件。证券投机的艺术是 Andrei Kostolany 基于自己近80年交易经验留下的一份最后总结。理解市场的关键是看清供求背后的资金核心理，看清股票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当市场长期下跌，懦弱者在恐慌和资金压力下不断卖出，股票逐渐集中到有资金、有耐心的固执者手中时，机会开始出现。当市场极度狂热，股票不断转移到追涨甚至借钱买入的人手中，而资金环境又开始转坏时，真正需要考虑的反而是离场。投机只能使用能够长期支配的资金，要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有耐心等到那个2×2等于5+1的过程走完。不要迷信内部消息，也不要迷信能够精确预测未来的图表。消息、利率、成交量和价格最终都要回到同一个问题：他们正在怎样改变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这里是文澜小屋，
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